Check it out， 又 check it out。一日渔夫，终身渔夫。我就是想当一个渔夫 ，you know。如果不当渔夫，怎么会是一个男子汉？耶！我现在就要当男子汉，但是当男子汉之前，我告诉你，出来讲，我发现一个很屌的，里面有虾菇。我也发现一件很屌的事，必须要先跟你说，你的眼镜里面全部都是我跟永威，希望你可以有自知之明，好吗？就好。我跟你讲，怎么样？我希望你跟我去现场看一下，不仅有虾菇，还有虾菇他弟弟虾菇弟。我们先介绍。通常一个拍摄的前置作业是很繁琐，我们前置到一半被你说怪，然后我们不是因为你凭什么讲说布基渔港早上没有卖海鲜？他就是有人开海鲜店。不，他跟你听我说 ，OK， 他卖你和他厨子没来，厨子6点钟就来 stand by， 厨子没来，不然我们现在去看一下。有的话呢？有的话就直接吃啦，不要啰嗦，来走。真的，我跟你讲，过来，你过来看，这边。刚刚在我前面，请你把眼镜脱掉。谁说没有开的？这边可以说是布基渔港第一家开，好不好？说没有黑狗皮啊，皮嘞，皮啊拢是虾，虾龟皮子，好不好？然后再来看，过来，看一下，都是龙虾，好不好？请问你在高兴什么？请问你在高兴什么？所以我跟你讲，怎么了？你的债该还的要还。老板娘，我请问你一个问题：如果我们今天虾菇要2斤，这样的话费用大概会是多少？在1000多块到2000块，便宜啊！来，老板娘，你的代客料理的师傅已经到了吗？到了，他人家5点钟就在。你会不会做节目？你就要说没到，我才有台阶下嘛。再一次，再一次个屁！我跟你讲，趁着 Kid 没来，我现在先吃一盘，不啰嗦。如果现在 Kid 忽然间这样偏偏的出现，我就会变成4斤。我这时候4斤。那等下你跟 Kid 就出海当讨海人，我们上岸的时候，我们就炒4斤虾菇。一天到晚就是骗人，真的。我跟你讲，我现在就给定金。你先给。堂堂一个制作人，制作经费只有0钱，是怎样？76，只能买海山车那个续集，去工作了，好不好？好，走。来讲，今天是不是我们期盼已久的一日渔夫史？哇，你直接破题，通常你都会讲一些有的没的废话。没有，因为已经在海港了。对，很明显。难道你会是拍一日摄影师系列吗？他跟你讲很好，然后我跟你讲解一个东西。你讲，你现在眼镜上面全部是我跟永威还有红字，然后你的头一直转。我跟你讲，这样的话，红字跟他都不介意，是吗？请你把眼镜脱掉。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脱掉会变成这样。现在是在怎样？好了，不要扯那么多了。我们前面光一个开头，你的篇幅用掉20分钟。今天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因为你再不讲的话，船长可能已经要变成人干，好不好？你知道一日船工伟大在哪里吗？你说，回头稍微看一下。小朋友有没有想过鱼从哪里来？当然是海里面来啊。没有，一般的小朋友都讲鱼当然是从市场来啊，对，因为他妈妈都从市场买，但是都没有想到说，其实这些渔货都是这些渔船跟渔夫们辛辛苦苦的冒着生命危险到大海上面去把它活出来。真的，我们去游艇的时候，你烂成那样，竟然还胆敢来挑战渔船，这样这个手指怎么样？我跟你讲，多远？游艇是一个安逸的环境，对，一个人在安逸的环境是容易堕落。但是你是一个渔夫，对，你在渔船工作都来不及，怎么还会晕船？不可能的嘛！而且我们在体验一日渔夫的一个感觉，说讨海人开始辛苦了，咱都要叫体谅因安那些。真的，这是就是这样。欢迎船长，不可以欢迎干的40年的经历的何船长。何船长来这边请。哇！感谢你哇！今仔日安尼你作作啦，阮特别出海去讨海去啊，安尼啦。出去会兴趣未？我袂啦，我就袂兴趣。一般是咱若是讲较旱季去咧船的，安尼会就伊啦。会哦，我人会兴趣来就会吐啊，会讲啊，会讲。安尼你是毋是都建议讲这款的人就上好是卖给你安尼？你不要为你自己找一些退路。我意思我了解，就是讲咱卖冒这个险就对了。
你刚才就破病人个咧。啊，你对，那就差不多可以走了嘛。船长，我一个不，那我们走了哈。船长，船长，我一日渔夫正式开始 start。耶，出发喽 check it out。像我们韩迅署的官员在欢送我们，check it out。没错，这一次一定要大丰收回来。Yes， 好，没有问题。 OK， 出发了，出发了，出发！Yeah！ 拜拜。他们下大雨就直接待里面都不能上。等一下再进来的，不用再进来了，直接去钓鱼了。没有。对，走，真的，真的。不用再回来了哦。耶！所以英勇的战士，好屌！好屌 ！Yes！ 哎呦，风平浪静啊 ，OK 啊，完全没浪。哎呀，对吧？这才好看啊！可以啦。你以为真的会有亲在旁边陪你在那喝下午茶吗，台哥？讲了7万，根本都不是这样的，能怎样啊？不杀小，然后传来讲，妈说什么？踢得出来就好，然后你在岸上再请您去吃东西还是什么？你描述一下那个情况应该是怎么样？聊一聊吧。正常来讲应该是怎么样？看得出来呢。好，现在我们已经出发了。对，没错。我们在船长室里面，你不要看说这个渔船这样子哦，里面可以说是应有尽有，罗盘、声呐、下面骨头龙舞。它现在就自动设定说要到你自己熟悉的渔场去捕鱼，对不对？对。啊，这都是靠经验嘛。对，这个靠经验。我们现在就是这个卫星，我有设定，到这个位置，还有9海里7就到这个位置了。那9海里才能那调好久，差不多1点钟就到位啊。我都蛮近的。1点钟就到起哇。对。啊，咱唔做，咱3、5点钟就回来啊。咱起爱放啊，放喺船头要放多久？放到码头7点钟。还放7点钟？那么久。啊，那我们等一下要钓的方式，我们等一下是哪种方式？我们是等一下放棍是在后面。那这样子钓下去，大概可以钓到几只？平常来讲的话，有时候钓几百斤呐，几百斤，钓就钓几百斤的。这个1斤有时候300多块啊，回来卖好几万、15万，哦，也是要啦，不然没有讲嘛，没了。他一个你超出去几盖？有天气就出去了，有天气就出去，每天都出去。哦，这样。今天是你们来的时候要白天的，不然我们大部分都在抓晚上的。抓晚上的。对，晚上差不多11、2点这样，11、2点出去，开始晃到天亮才回来。还没有。晚上比较好抓，是不是？不是晚上哦，白天刷鱼啊，会来吃那个，他会把你的钓的都吃光，都吃掉了。哦，是啊。等一下抓到。现在我们到这个船后面，然后很多的这个渔工呢都开始装饵，然后装饵蛮特别，他们是每一个钩呢就吃那个鱿鱼，所以刚刚他们就全部把那个鱼钩钩好了。我刚刚已经学到一点，可以示范给大家看一下。你已经会了，太快了。会了，他就大概要先抓一把，这样每一个这样钩。好，我还不会。他们刚钩很快哎。它主要是勾在那个头的这边，然后后面才会有点摆动，比较像真的，不能勾中间。所以黑猴的是乌贼，对不对？好像钓鱼勾乌贼，好像是蛮高级的。真的吗？对他们来说是牛排。所以大家也要在那个船开到定点之前把所有的钩子勾完。对，以前我的梦想是当远洋渔业的渔夫。真的哦。所以他们每次出去都是好几个月。那对我来说，我就觉得好像还蛮刺激的，像旅游这样，很像旅游。观众感受不到，其实我们4个已经浑身都是汗，这边真的很热。而且这边的味道实在是蛮不好闻的。市场的味道，对不对？就是比鱼市场的味道还要重一堆。然后我现在已经抓到这个诀窍了，可是有点危险，就是
它这个针是有倒钩的，勾到10要小心。所以你要先用手指先把它插到底之后，然后再拉进去倒钩里面，有点危险。好了，因为我们毕竟是新人，而且我们今天来这边工作呢，其实不是他们的正常时间，他们正常时间是晚上，而且他们等一下带我们回去之后呢，有可能晚上又要再度出去捕鱼，所以真的是非常的辛苦，所以买了一些零食跟一些咖啡来喂养他们，然后而且等一下如果不小心看到公海的话，也不会怕被他们丢到海里面去。我要送你们礼物，来送你。是那个泡面，还有你们最喜欢的印尼泡面跟咖啡，全部送给你们。好，谢谢。哎，今天辛苦了，再麻烦你们了哦。好，谢谢。然后我们现在来到这边是他们的寝室，所以你看他们这个睡觉空间就真的非常狭小，然后几乎是跟工作的这个地方是在一起的，所以真的很辛苦啦。就是大家就是每次就是叫什么一条要1000多块钱，好贵哦，好贵，一点都不贵，因为这是他们非常辛苦的在这个外海，然后用生命，然后去把它换来的。其实你这样去想想就说，好啦，以后一条鱼就直接2000块啦，不用开玩笑了啦，好吧？然后你看到我现在这边是他们的床，就是这是他们睡觉的地方，其实还蛮方便。你看。有充电器，有充电线，然后这边是他们平常睡觉的地方，然后他们这边呢大概就要睡5、6个人，这边看是一个对不对？里面还有一个位置，那就几乎他们就睡在这里面的，所以他们的生活环境其实真的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非常辛苦很多。然后我现在这边是他们寝室嘛，那我这边一跨过来就是他们煮饭的地方了。所以他们煮饭的地方，然后跟他们睡觉的地方几乎是在同一个位置。那其实，在这个外面呢，就是我刚刚勾那个鱼饵的地方。所以这么小的空间里面，他们几乎住了快要10个人，真的是非常可怕，然后非常辛苦。然后我们现在也才正体验他们的100%的辛劳而已，所以一点都不辛苦，好不好？然后我之前一直说我想要去远洋渔业的渔夫这个梦想。先就此打住好了，我觉得太辛苦了。好，现在我们已经要准备放钩子了。那以为这个放几千只这个钩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本来想要来帮忙，但是刚刚的这个渔工们说呢，其实放钩子是一件非常恐怖而且危险的事情，因为只要是不小心其中一个钩子勾到你身上的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会整个人被拉下去，然后你就是再也救不回来，因为你是会随着钩子沉到海底下。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工作，然后对他们来说也是战战兢兢的，所以他们不会让我们靠近他们这些钩子太近的部分。那现在已经开始把浮标放在海里面去了，就证明说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我们的鱼钩放在这一片的海域。它在这个绳子的最末端呢，钩上了非常重的这个锚，那就准备用这个重量的方式把这个钩子一个一个的放到海里面去。那在刚刚其实我们在勾完这个鱼饵之后呢，我们等了快要2个小时的时间，主要是因为船长非常有经验的告诉我们说，不是说随便放钩子放到海里面去就会有鱼上钩，还要等这个流的来到，所以我们刚刚大概等了2个小时，现在也是将近下午快2点的时间，然后我们现在准备把这个鱼饵放进去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画面，现在鱼饵已经陆续的在放下去了。
我们没有办法下鱼钩，至少可以船完的。对，我们现在做一些比较那种就是新生嘛，就是不能做一些比较技术性的工作，然后我们就来帮忙这些空的这个算是盘子把它收回去，俗称菜鸟活。菜鸟盒啦。大概10个就来堆叠一下，后面大概还有20几个，好辛苦。这会很重吗？蛮重的，然后就是不好施力，很辛苦哎。渔民，辛苦你们了，真的，好累哦。Let's go。好的，刚刚问过船长了，然后现在正式的把这个解释跟大家讲，就是现在我们总共要放3条鱼线，那3条呢，就是一条上面有像刚刚讲看到的那个笼子有8个，所以就是一条上面有8个笼子，那他们俗称为8胎，所以一条上面会有8胎，我们要放3条就有24胎，所以今天我们等于是放24胎在钓鱼。那平常呢，他们是一条是6胎，他们会放到30胎，或者是42胎这样，都是一个12啊、30的一个倍数这样，蛮期待的，就是应该会钓到蛮多鱼的。然后刚刚船长说有机会钓到龙虾，我们去问问看船长今天的鱼况怎么样，走，我们去看看鱼况怎么样。好，船长，现在我们已经放在第2条了嘛，哈。对。啊，你看今天的潮流，你觉得今天的鱼况应该还可以？可以。平常这样子，一般来说平均的话，大概这样子，24胎的话，大概几斤鱼？100-200斤。100-200斤就有100-200斤哦。对。按今天应该有这个目标啦，哈。今天应该没有100斤，也有100斤的。哦，真的。啊，因为我们刚刚就是大概12点多就到了。啊，我们那边等那么久，这样是因为要等到说那个时间流水才会动，对不对？对，等潮水不要那么大，对，没有那么大放下去，它鱼才比较会吃鱼饵。哦，会吃鱼饵，吃鱼饵它就会勾上了，是这样子。它那个潮流你是看用经验，还是说看一些机器这样子，还是算时间？哦，时间我们这个有那个时间表，给大家看一下，因为这边有1到30天，就是这个月的一个就是潮水的这个时间。他们看了这个时间之后呢，然后开到这个渔场的时候，再去算大概这个潮流的流水大概有1个半小时的时间。从你看12点半，然后1个半小时的时间，等到比较停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放这个钩子。那这个鱼呢，就是因为流水没那么急嘛，然后它就会比较出来去吃那个鱼饵这样子。对。哦，那这样我有这张表就无敌了啊！对啊，没什么。啊，我就会钓鱼了啊！啊，我就这张就拿去了哦。啊，报告船长一下。啊，我们的另外一个副船长呢？我们的副船长地队啊。哎呦，在这边。哇，他出海不到5分钟就睡成这样哎。他为什么不干脆在家里睡啊？好，不要吵他，因为他这个时候哈有点晕，你叫他起来，他会吐的满船都是。啊，那我就进去后面忙了，我要去放第3条了。啊，船长你忙哈，走。喂，台哥比较辛苦，多做一点真的没什么。反正台哥你就睡啊，就有来跟没来一样。那你来干嘛？啊，你到底来干嘛？干嘛？想要博取大家的同情哦。好了，现在呢，我们3条总共24胎的这个部分已经全部下到海里面去了。那现在呢，就要等这个船长的指示，我们就可以从这个船头的地方把这个鱼全部一个一个的大丰收的把它收起来。那希望呢，今天可以钓到非常多的鱼，然后非常多的渔获，然后让我们好好的就是大丰收的回港去。那在这个时间呢，我们要干嘛？就据说他们要自己在这个时间自己煮饭吃。那在渔船上能够吃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来看一下他们煮什么，因为我刚刚在那个冰箱有偷偷看到里面有一些萝卜青菜，会不会就这么无聊？有没有肉啊？肉应该是可以吧。
哎，炒多一点呢，我们也要嘛干。啊，炒辣一点没关系哦。好，他这边刚刚已经先炒好了这种3杯的这种小卷，超香的。哎，在鱼城上面竟然有这种热炒。印尼的，他刚刚因为我们刚刚有送他一些泡面嘛，他问我说你要吃台湾泡面还是印尼的泡面？我们既然来到这边就要吃一点印尼的泡面，吃印尼的啦。印尼有辣椒了。好啦好啦，印尼有辣椒了。好，印尼的太辣了。哦，像这种，就是比较没有去哦，刚刚炒一炒还有蟑螂跑出来哦。就是跑出来，这 OK 的，在海上生活这些都是 OK 的。你看蟑螂这边跑来跑去有没有？啊 ，OK 的，加菜加菜。他们其实蛮讲究，他们是随便乱煮泡面的，他们是有辣椒、洋葱爆香，然后再放蛋，然后再放青菜，再放这个调味包下去，然后他们旁边还煮了一些小管，等下给人家下菜。如果你这样出海工作，其实有这种热腾腾的这种泡面，怎么样？美食美味，我其实真的是蛮敬佩这些人的，因为他们这样子很认真服务大家，然后就他们床在这里，我实在是很难接受。你现在看到 Kid 身上汗的反射，这间房间里面至少有36度，超过。然后现在因为在煮东西又不能开电风扇，他们其实有时候有电风扇的啦。我们刚刚明明就煮汤了，现在就是变成干的，煮太多包了。哦，它配这个太屌，在很下面嘞。哎，谢谢你下面给我吃。哎，虽然这只是一般的排骨鸡面，但是在船上，你知道是排骨鸡面代表什么？根本就是米其林3星级的料理，而且加上他们的海鲜手。他刚完全没有加任何一滴的盐巴哦。好，来各位看，大家我们先去体验一下，对，一点私聊，好不好？私聊一下，来，私聊一下，蛮屌的。就我觉得这船上的料理真是很屌。我没有办法形容现在的这个感受，就是当你看到说里面有很多的蟑螂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说它还是挺好吃的。人类为了求生的时候，就是这边是生命最原始的样貌。因为其实饿嘛，这些东西他们也顾不了那么多，但是你可以，我觉得你可以过掉。不要 ，Kid 真的不用，不行，真的不用。我要让大家体验到，我们真的是在一日渔工，渔工就是这样吃的。 Kid 不要，真的 Kid， 你不要抓住我。你不要抓，你不要抓，你不要抓，Kid 真的不用。手在这，我没有抓，我的手在这。怎么办？不要吃这个。真的吗？可他们也是这样吃的啊，这里面大概有2、3只哎。不要吃。突然怎么觉得有点饿？线绷蛮紧的，应该是真的有非常多的鱼在下面拉扯，钓鱼就在等这一刻。来了！哇，第一条！哇，很多都被那个鱼扯断了哎，其实都是有上钩的，但是都被咬断了。来了！石头，可是后面好像有一个啊，河豚气菇啦！看，我们大家准备那个钩子，准备那么久，然后他们事先还要绑，这些全部都没有哎，现在全部都没有，这真的是一个，真的是靠天吃饭。大家看这条鱼，深海底下鱼突然就是在一个被拉起来的过程中，它那个压力的关系，它那个舌头里面内脏全部都会冲出来。哦，后面还有，看到大鱼了，大只的啦！
尾巴被咬掉，被鲨鱼咬掉了。就是它勾到了，可它的尾巴被鲨鱼咬掉了。哇，这只的卖相就不好，但对我们来说应该也是蛮好吃的。今天目前最大的这一条很屌，这一条在餐厅真的是上气。今天本日最大的表现是它的鲨鱼。这是一种鲨鱼，这是要还是要丢掉？要吗？丢掉哈。小到回海里，对不对？而且你看它的脸感觉在笑，而且这个嘴唇感觉在笑。好，让它回海里，拜拜。后面有只大的哦，鲨鱼，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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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鲨鱼啊！啊，这个要吗？丢掉，丢掉。哎、你不要看它这样子，它牙齿很多呢。好，我们把它放回去，拜拜拜拜。其实船长也蛮担心的，然后看他的眼神一直在关注这每一条鱼线上来到底有没有，因为这攸关于不是他自己个人，而是全船的员工到底有没有薪水可以领，有没有饭可以吃，所以他的责任非常的重大。呜呼，哇跳跳呀！好，刚刚经过这么久一段时间，大概40分钟，我们才把第一条拉完。所以现在看到的渔获虽然说没有很多，但是大家不要紧张，我们还有2条，好不好？然后现在把那个浮标、浮球全部拉回来了，好玩，好玩，好玩！但真的很辛苦啦，我们是在旁边看，觉得新鲜好玩，他们真的是太辛苦了。哎，第一条就大概1笼而已，那今天的收获并没有很好，所以今天可能是赔钱的状态。我现在正在船头上，可以说是领航的这一艘渔船，要到下一个渔点去。因为第一个渔点呢，其实我们渔获量不是太好。那因为白天的关系啊，通常我们在抓黑猴的话都是晚上，但是因为今天为了配合节目的拍摄，我们是白天这样。对。然后今天 Kid 的表现还不错。没有，是你平常太辛苦了。今天这个东西让弟子服一下勤劳。没有，我一点都不辛苦。我刚刚整个在船舱里面运筹帷幄，你们是都没看到是吧？真的是考你啦！一条鱼标到了，鱼标到，这是算一条，一条有几开？其实这一条也不多，一条在200。好了，不要再扯那么多了，该干活的时候要干活了，拿出精神来。我们现在是第2条绳子了，第2条绳子，好不好？好，我要进去稍微该跟船长商量一下，看是怎么办。哎，我要体力啊。白带鱼的，它会咬的哎。哦，这个大的哦，大的哦。哦嘿，来喽！哇！你看。这么大条的鱼，竟然只剩一个头。你小心了，几乎。要开玩笑，那有毒了。啊，不会那么毒啊。太危险了啦，丢掉了。好，丢掉。哎。他把那个盒子放在手中，然后就突然这样生气，蹦，然后就20个蹦在手上，然后刚刚已经止血，屌哎！
为今天前2段的那个渔获量好像不是太好，所以船长决定我们先返航，然后等下再出来再大干一票。那现在我们渔工呢也不会浪费时间，就利用了这个时间呢，我们就把这个线收一收，然后再把新的钩子把它整理好，晚上再跟它拼一下。但是晚上我们就不拼，就他们来拼，好不好？一日渔工有体验到现在，我已经觉得只有一个字，累。可以说今天啊，这个出海捕鱼啊，相当成功。今天要谢谢我们的何船长，何船长，谢谢你。客气。但是今天可以渔获量可能咱潮水上哦，可能渔获量没有那么好，所以等一下船长还要再出去一趟。这太辛苦了啦！你看到没有？这拖海浪都是不简单呐。光开到渔场就要1个多小时、2个小时。对，哇塞，真正不简单，拖海浪就是安尼。对。那今天我觉得以船长来讲，你看我这个 kid 哦，今日做这船工做条安怎？没办，做到现在没办哦。谢谢。啊，我做船长做条安怎？你看看嘛。没办。他就睡在这边也没卖，他从头到尾就睡在这边呢。谢谢，今日多谢咱的何船长，谢谢。船长谢谢。辛苦，感恩，谢谢。干家，谢谢何船长。好，谢谢。拜拜。好，谢谢大家。感动。扇子拿来讲。很热是不是？扇子拿来讲。拿过来。现在怎样？怎么了？我跟你讲，我们原先计划根本就不是这样，这应该是一路以来都是今天就是要讲说他上去做渔工的体验。那你在干嘛？而我要来看一看富基渔港整个的建设如何。会有谁陪你？会可能比方说晴晴啊，茉莉啊，比方说拉拉啊，拉，怎么会讲到拉拉去？拉也不错，拉，好不好？还有虾菇嘞，现在怎样？拿过来。其实我觉得麦卡贝也蛮辛苦的，真的，就是他们这个经费也是有限的。可是我觉得虾菇就算了。我觉得主持人为节目经费着想，这个情操相当令人动容、感动。我们就先回去了啦，真的啦，就是不要这样子，因为你是不是又读过文化？对啊，全身在痒啊。这东西就以毒攻毒，吃下去以后整个就好，真不行。而且虾菇它是很高级的蛋白质。我刚刚在船上吃了蟑螂，我已经有补充蛋白质。真的是这样子。才哥，我们就先离开了，没关系。你先走啊，我去吃。我一个人吃4斤 ，OK 的。帮我带2斤回去。做这一行对你来讲，你觉得最辛苦的是什么？最辛苦的是浪大，对，浪大，然后时间又长，因为你工作时间不长抓不到鱼呀。那船长，请问你觉得做这一行最快乐的是什么？最快乐就抓到鱼啦，有看到鱼抓起来就很快乐，是这样子。那你做谁哦？你跟表示我意思。我意了，钓鱼那个我意了。大哥帮我们讲说一日系列成功的原理。一日系列成功。你好歹说一日渔夫系列成功。